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静电。今天呢，期待已久的视频内容呢，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主题是小说推文的制作，也就是使用文生图的方式呢，来去生成完完整整的从小说的文字到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关注，因为它在各种短视频平台呢非常的火啊，使用几分钟的短视频就可以把小说的情节使用这种图加文加音乐啊等等配音的形式呢，把它描述出来。通过很短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得到小说内容的全貌啊，真的是读起来非常的爽啊。那么今天呢，随着 Runway Gen 2推出了一个运动画刷的功能呢 ，Runway 生成视频的质量呢，它会更高。今天呢，我们就要借助 ChatGPT 加上 Midjourney 加上 Runway Gen 2一起来给大家完完整整的复现一个小说推文的短视频的制作的教程。视频的最后会给大家放出一个完整的我来使用这些工具来给大家制作的一个完整的小说推文的项目的短视频，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一起来跟着静电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小说推文短视频的制作吧。要做一个小说推文完整的项目的话呢，我们要包括这样的一些步骤。首先呢，我们要使用 ChatGPT 来提炼小说的内容。第二步呢，我们要使用 Midjourney 把小说提炼出的内容呢生成场景的图片，也就是说有多少的场景，有多少的镜头，那你就要使用 Midjourney 来生成多少的图片。第三个呢是使用 Runway Gen 2，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工具，来把生成的图片转化为视频的内容。第四步呢，我们要把得到的视频呢使用视频编辑的工具把它来做一个剪辑，同时呢，我们要使用文本生语音的工具，也就是 TTS 的工具，把我们的小说内容提炼出音频，然后呢配到我们的视频剪辑里边去，最终呢生成一个完整的视频的内容。好了，这就是整个的全部的流程。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啊，如何去提炼小说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要准备好小说的这个素材啊。那这个小说素材，你可以是说在网上来进行一些提取，或者是复制粘贴到一个文本里边啊。比如说，这是我下载到的一个小说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说叫做《困在日食的那一天》。那我今天呢也会用这个给大家去制作啊。我在这里边呢提取了它前20-30章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要交给 ChatGPT 来进行内容的提炼的步骤啊。好，那首先我们要准备好这个 TXT 的文档啊，当然也是 PDF 的文档也是 OK 的。准备好了之后，那我们来到 ChatGPT 给大家去看一下。在这里呢，我使用的是 ChatGPT 4啊，我们新开一个这个 New Chat 就可以了。在这里边，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文档传上去，因为 ChatGPT 有识别文档的一个功能啊。我们把它传上去之后，然后给它相关的命令。在这里边，我首先告诉他，你是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我想请你帮忙讲述这个故事前20章的内容，希望你可以把故事描述的稍微详细一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 ChatGPT 来进行一个输出。那经过它的运算呢， ChatGPT 确实给我们了一个非常简要的回答，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啊，这样确实是不够的。那所以呢，我把这个内容呢提炼出来了啊，我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章节，比如说前11章的内容。我让它来进行一个提炼。首先 ChatGPT 给出我们的回答是这个样子的啊，它把每一章呢都单独拿出来给我们提炼了啊，但是我们并不想要这样的内容，对吧？我想要一个解说词啊，我就跟 ChatGPT 说啊，我是一个听故事的人，希望你把这个故事讲述的更加引人入胜一点，请用一整段文字为我讲述。好，那接下来呢ChatGPT 呢就来去描述了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内容了，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复制到一个新文档里边啊，这是我们想要的内容。然后呢，再让它提炼说前20章的内容，从11章之后的内容让它开始讲。好，这是11章之后的这个内容。讲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要求啊，比如说讲的不合适的话呢，那你可以跟他去要求说，我希望不要过于笼统，然后呢，用故事讲述者的身份来去复述情节。好，他又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讲解啊，讲解之后我们可以再去分章节。那我在这儿呢，一共取了这篇小说的30章的内容啊，让他来进行一个讲解。好，讲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拿到一个 Word 文档里边去啊。好，那大家去看一下，这是我来提取出来的内容，就是把 ChatGPT 刚才的内容呢拷贝到了这个文档里边啊。比如说在蓝城的一个清晨怎么样，主角怎么样啊，他是一个讲述者的身份。那我在这儿大概提取了2页左右的一个内容啊，这就够我们去用了。好了，那这个提炼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文档里边啊，比如说这是我们提炼好的，你看啊，在这儿提炼出来一个 RTF 文档，这就是我们提炼出来的内容。提炼出来的内容之后呢，我们要再让 ChatGPT 去做一件事儿啊，就是生成一个分镜头。看我之前做好的啊，那我把这个文档上传上去了。好，这个已经上传上去了，就是刚才我们提炼出的文档，我让它把它拆分成若干的提纲，并用表格的形式来去展示这些提纲。OK， 它就给我们展示了大概14个的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呢，其实就可以成为我们做图的一些镜头。比如说第一个啊，那纪云在这个广播声中被唤醒，那就是一个起床的镜头，对吧？第二个是送一个急救包到医院的镜头，然后后边还有穿越的镜头啦，还有其他的这些镜头，我们可以依据它来放到 Midjourney 里边去完成它。好了，那 ChatGPT 提供给我们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转到 Midjourney 里边来进行做图。好，看我来怎么做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第2点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使用的是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呢，主要会把不同的这种场景呢，我们转化成图片啊，我们来去选一个给大家去演示。在这里边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其实就是角色的一致性，对不对？那角色的一致性呢，其实我们可以使用木偶法啊，让它的一致性尽可能的去保持一致啊，但是不能说完全一致啊，我们是有一定的概率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生成的一些图片啊，比如说。好，这是第1章啊，这是纪云在这个床上醒来。好，第2章他看到了日食，第3章他在一个嘈杂的街道里边啊，第4章他对白月光表达了情愫啊。那这些照片的话呢，其实就是我来去生成的，我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图片啊保持相对的一致性，但是呢完全一样啊，大家也不要过多的去想啊。那整个来说，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大致的一致性，至少能像70%-80%，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那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整个的一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都是使用 Midjourney 来完成的。好，那大家看到这些照片之后呢，应该就内心里边有一个数了啊。那我们首先呢，你可以来去制作第一个内容啊，比如说，那纪云在蓝城的清晨广播中醒来，今天是日食。好，那你会写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我们首先要来设定角色啊，那比如说我在这儿来去设定这个内容啊，我想设定的是第2个啊，第2个纪云内心中掺杂了对昨夜同学聚会的模糊回忆和微妙的失落感啊，表达了未尽的情愫。好，首先我们要设定纪云的角色，纪云角色我们在这儿使用的其实是一个木偶法啊。木偶法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在课程里边呢也会跟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了啊。其实就是设定说，你给这个人物命一个名字，比如说纪云是一个16岁的亚洲男孩，然后穿的什么衣服呢？穿的是黑色的蓝色的 shirt 啊，蓝色的外套，然后黑色的短发。这就是一个设定。当你训练的次数多了之后啊，比如说你在后续的词里边一直去出现说纪云整个这样的一个词的话呢， Midjourney 它就会去理解，或者说在后续呢保持这个人物尽量的一个一致性啊，这是经过我们的实践的。虽然我不知道 AI 有没有记忆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比较 OK 的。它在后续的这个生成的步骤中呢，会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所以呢，你可以去加入这些内容。好，那这张图呢，还有一个女孩啊，纪云 show his love to a cute beautiful girl in a net 啊，你看啊，这点就是跟一个女孩去示爱，对吧？这样的一个场景。
当然呢，前面我会加入一些这种视角的描述词啊，比如说 wide shoot 啊，广角，然后 full body 啊，就是全身的镜头，然后后边是 cartoon 啊 8K 啊这样的一个是卡通的一个画面，然后我还加了一个风格啊 instead of 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风格，这种风格呢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加上啊，加上之后呢，你可以把它设定一个比例，这 AR 的比例是多少呢？你可以把它使用3:4的一个比例，或者你想要的一个比例啊，比如说短视频我们一般用16:9的比例，对吧？那你可以去用。然后 S 的数值呢，指的是 AI 的创意程度，我在这儿用了 S 等于175。好，那这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使用一个命令啊 ，imagine 的这个命令，那把这个内容拷贝进去，然后让它来进行一个生成啊。OK。好，大家看一下这几张图，其实整个风格还不错，对吧？那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比如说我在这儿喜欢第二个的话呢，那我们要使用 U 命令啊，使用 U 命令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大和提取。这个时候呢 ，AI 知道你说你喜欢哪一种风格，而且这个选图的过程中呢，尽量让人物的角色保持一个一致性。最终呢，我们会得到一堆的图，在这里边呢，我大概生了30多张的这个图啊，那这张呢是我生成的对白月光的这个图，后边的话呢，你可以生成它骑摩托的这个图啊，相关的一些典型的咒语的话或者命令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放到评论区里边，大家可以再去获取啊。第3步，我们要使用 Runway Gen 2把图片转化为视频啊，这一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来到 Runway Gen 2。至于说如何去注册啊，我就不跟大家再去讲了啊。那这种注册方式，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那 Runway Gen 2会提供100多个点数，大概可以生成20多张的20多组的这个视频啊。如果更多的话呢，你可能需要再去购买一些点数啊。如果你说完全免费，现在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把它做好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来进行一些付费的一个操作吧。毕竟这个工具对你来说是有用的，对不对？好，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生成的这个一堆的视频，我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比如说啊，你看啊，整个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其实已经不错了啊，不错了。那我拿出来一张啊，使用 Runway Gen 2，再加上它的新功能呢，给大家来去生成一下。我们首先来到 Home 啊，看一下这个菜单 Home， 我给大家放大一点啊。然后我们在那儿选择 Text 或者是 Image to Video， 我们选择这个。接下来呢，就到一个很常规的这个界面了啊，我们需要去传一张你想要的这个图片，比如说这张图片啊，那这张图我给大家放到 Runway Gen 2里边，我把它拖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底下的一些参数啊。那这个参数呢，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在这儿主要使用的是图生视频，或者是图加上描述语生视频啊，我们在这儿用图生视频。然后最底下一项啊，那这个指的是这个种子值啊，种子值其实在这儿用处不大啊。第二个是说，把你的视频做一个平滑的处理，那我们在这儿就直接去选择。然后第3个是付费才有的，就是把视频高清化。第4个呢是去掉水印啊，那我是付费的，所以我就勾选上了。其实水印影响不大哈。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General motion 指的是图片的运动的动作幅度啊。那我在这儿呢，经过实践，一般动作幅度如果过大的话呢，其实你的图片变形的可能性就很大。所以我们在这儿大概选择一个默认或者往小了调啊。我们在这儿要先试试默认啊，因为在这儿有 motion brush。好，我们再看这个菜单，这个菜单主要是控制镜头的这个运镜啊。这个运镜，比如说，那我们要进行一些缩放啊，那你可以把这个 zoom 勾选上，然后这个缩放的动作，那我们选择 save。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选择的是 motion brush。所以 motion brush 的话呢，比如说，那你第一次生成的时候呢，如果让它自动生成啊，那这个人物可能就变形了。那我们在这儿主要想做的是保持人物的这个头部啊，那不要去变形。那怎么做呢？好，我们来去把它做一个图绘啊。那涂到的地方是想让这个 runway 变得让这个图让去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就去涂这个，先把整个的图涂出来啊。涂出来之后，我们把不想要的内容啊，把它给它用橡皮擦掉。紫色的部分呢，就是运动的部分，然后我们用橡皮擦，好，把头部擦掉。我建议大家可以多擦一点啊，多擦一点的话呢，它的变形的幅度可能会比较的小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可以选择一些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横向的这个纵向的运动，我们稍微调。横向运动，然后这是纵向运动啊，那我们可以左右的去调，上下的去调，然后这个指的是这种放大或者是缩小，我们在这儿做一个放大吧，稍微放大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 save 一下 ，save 之后呢，然后点
generate， 然后4秒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提交，看看效果。好，稍微等一下。OK， 已经生成完了，我们来看一下 Runway Gen 2的表现如何。你看啊，其实这个运动幅度呢，我调的确实是比较大了啊，但大家看一下脸部其实稍微还是有变形的一个迹象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这张图，然后再次来进行一个调整啊。比如说我们调的时候怎么做呢 ？Zoom 的这个部分呢，那你可以来进行不进行一个操作啊，把它去掉啊，把它去掉。然后呢，接下来你的 Brush 的这个部分。brush 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再去绘制的稍微的大一点啊，稍微大一点，然后把参数调低，最终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截取它前边有用的几帧来进行一个循环啊，不是说你看起来它有破损的帧，那你就不用了啊。那我们要物尽其用啊，我们要找到一种思路，整体来说还不错，一般呢我们需要在 Runway Gen 2里边来进行一些抽卡，然后抽合适的这种图片的内容啊，那比如说大家看到这是我生成的一些这个内容，然后再来去找一下，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这个效果啊。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达最后一步了啊，那就是视频剪辑工具的使用，我们要进行配音和剪辑的操作。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配音的操作，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完成配音的内容。好，那我要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要使用文本转语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这个服务其实是微软提供的啊，然后它也有一个这种插件啊 ，Chrome 的这个插件，大家可以直接在这里边输入文字来进行语音的转换。好，那接下来呢，我准备好相关的文本啊，那这个是我提炼之后的文本，这个就是刚才 ChatGPT 生成的文本啊，那我们把这个文本拿过来。好，它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我觉得文本的这个长度呢，它会使用的可以比较多啊。如果我们使用剪映的这种方式呢，里边的这种文本呢，它每次就生成一小段啊。我们在这里边呢，可以全部的去生成，非常的厉害。好，我们先选一个语音，在这里边呢，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一个云溪的这个语音啊，我觉得它是比较好用的。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男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去试听或者是保存了啊。那我们可以选择保存，然后让它来进行一个生成。好，生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保存起来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起个名字啊，语音2。在蓝城的一个清晨，季云被窗外的广播声唤醒。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日食。季云住在老将街，一个古老繁忙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透露着一种久远的美。好了，那整个的声音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可以直接去把这个声音素材用到我们的剪辑软件里边去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剪映，或者说你喜欢的任何的剪辑工具啊，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点击开始创作，然后呢，你可以把刚才的这个语音呢先拖进去。好，这个语音拖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进行一个配图的操作了啊。我们一张一张的这个图和视频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搭配。首先呢，第一个啊，季云早上醒来，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季云醒来的这个画面呢，其实它已经放到这儿了。在蓝城的一个清晨，季云被窗外的广播声唤醒。好，那我们把第二个再去拖进来。第二个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好，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特殊的日子，日食。季云住在老将街，一个古老繁忙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呢都拖进来之后，我们去添加一些转场的这个操作啊。比如说我在这儿再添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场啊，那你一般是要做连续的片段啊，它才能有这个转场。我们把它放到底下来，然后呢加一个炫光的吧。好，你可以把它做的稍微的长一点。好，我们再来预览一下。唤醒，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日食。季云住在老将街，一个古老繁忙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呢，把你的视频呢整个去做完啊。我们看看做完之后的这个项目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这个之前已经做好的，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内容。底下呢有相关的这个配音啊，你可以给它加入一段这种悬疑的背景音乐。然后呢，上边呢就是一段一段的这种视频，我们把它去剪出来啊。当然呢，你在这里边呢，你也可以加入一些视频。加入一些声音啊，比如说，每当日食结束，时间就会重置。你看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你也可以给它加上相关的一些滤镜啊，比如说这种火的这种滤镜啊，你在后边都可以去加上。加上完之后呢，再使用剪映来去给它配上字幕就 OK 了。好了，小说推文的制作流程呢，已经跟大家完完整整的讲清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明白呢？接下来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工具里边来去实践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奉上我来制作的一个小说的推文短视频，它名字叫《困在日食的那一天》，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在兰城的一个清晨，纪云被窗外的广播声唤醒。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日时，纪云住在老将街，一个古老繁忙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透露着一种久远的美，但纪云的内心却掺杂着对昨夜同学聚会的模糊回忆和微妙的失落感。他在酒精的影响下，对白月光表达了未尽的倾诉。就在这样一个日常的早晨，纪云和他的朋友吴凯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他们作为摩托车救援队的成员，必须在20分钟内将一个装有心脏的特殊医疗包送达南阳医院。这个心脏对某位病人来说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纪云的体力和精神都被透支到了极限。当他终于成功将心脏送达医院，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时，他自己却因为极度的疲劳和紧张而倒下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急忙为他施救，但纪云的意识已经模糊。在这个关键时刻，纪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个满是阳光和书香、青春和梦想的年代。他感受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安逸和纯真。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他再次遇见了年轻时的同学们，重温了那些甜蜜而又苦涩的记忆。但是纪云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奇异的循环里，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日食这一天的不同版本。每个版本都有着微妙的差异，仿佛是他人生中的不同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在这些重复的日子里，纪云遇到了多种不同的挑战和情况，有时是协助一位老人找到失散多年的家人，有时则是阻止一起即将发生的事故。纪云开始意识到，这些重复的日子并非简单的重现，而是在向他揭示一些深层次的真理。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的选择和行为。然而每当日食结束，时间就会重置。纪云又回到了那个日食的早晨，仿佛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这种无休止的循环让纪云感到绝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开始更加努力地寻找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在一个重复的日食日，纪云偶然间帮助了一位看似不起眼的陌生人。这个小小的举动却意外地打破了循环，让他回到了真实的世界。纪云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切仿佛都是一场梦。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跳脱了日食日的循环，但这个世界却依然充满了谜团。在这个新的现实里，纪云发现自己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性格和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变得更加乐观和积极，而另一些人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一天，纪云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关于日食的神秘传说和老将街背后隐藏的秘密。正当纪云深陷于对这些谜团的探索时，他遭遇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他发现自己似乎能够预见某些事情的发生，这种能力让他在几次危机中救人于水火。但同时，这也让纪云感到困惑和焦虑。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意义。纪云真的能解开这个可能会改变他对日食和整个世界的认知的谜团吗？OK， 我们的视频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也欢迎给我来去点个赞，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因为制作这期视频呢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那各位小伙伴呢，也欢迎关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详细的讨论，相关的内容呢我也会放到评论区的简介里边，大家可以一起来去索取。好了，预祝大家也做出更加优秀的小说推文的短视频吧。我们下期再见，我是静电，拜拜。